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方华。川普又动手了，这回不是关税，不是军演，而是一场沉默的威慑。釜山川习会开完，怪就怪在没有联合声明，连台湾2个字都不见了。全场唯一的火花只出现在会后的 CBS 60分钟，川普一句冷冷的"他知道后果"，这句话像刀直接划开中南海的沉默，因为那个他就是习近平。要知道，历来中美峰会，习近平都要念一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次不但没念，还彻底闭嘴。这不是忘了说，这是说不起来。为什么说不起来？因为北京现在要演的是2套戏，对外在釜山先把台湾按静音，免得牵出更大安全议题，对内却把统一叙事开到最大声。你看时间点就明白了，人大把10月25号写进法律，定调台湾光复纪念日，人民大会堂办纪念会，央视上纪录片国土重光，还翻出美国档案馆的资料，非要证明台湾本来就该回来。同时又宣布2026年要高规格纪念孙中山160周年，把孙中山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的统一说法串成一条线，告诉你统一不是习的个人想法，是中共一贯国策。这就是矛盾的地方，釜山沉默，内地扩音，外交降调，话语声压。所以这次不提台湾根本不是什么善意，而是战术性换频道，先对美国低头换喘息，回国再用节日、影像、历史、制度把统一正当性铺满全场。内有军中侵袭，外有经济压力，这个时候习近平最怕的真的不是川普说什么，而是川普什么都不说。在外交舞台上，沉默有时比开火更致命，而这场釜山的无声对局背后就是一场外面不说里面狂说的统一攻势，也正悄悄改写台海接下来的剧本。这次川习会的场地选在釜山空军第5空中机动飞行团的逸峰楼，表面上是安保考量，实际上是方便美国总统川普会后直接登上空军1号返美。整个会谈原本预计长达3小时，结果仅仅进行了约100分钟。会后既无联合声明，也无双方媒体互访，只有川普在接受 CBS 的60分钟专访中提到台湾问题。主持人诺拉·奥唐纳追问道，与中国之间的一个潜在的冲突点，或许也是未来几年与中国之间最大的冲突点，就是台湾问题。中共军队正在侵犯台湾的海上航道、领空和网络空间。我知道您曾说过，只要您还在任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不敢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。但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呢？你会命令美军保卫台湾吗？川普说，如果真发生了，你就知道了，而且他明白答案。主持人说，为什么不说出来呢？川普说，昨天甚至都没人提起过这个问题，他根本没提，大家都有点惊讶。他没提是因为他明白，而且他非常清楚。主持人问，您说他明白，为什么不公开告诉我们其他人呢？他到底明白什么？川普说，我不能泄露我的秘密，我不想成为那种事后告诉你结果的人，对方也知道，但我不是那种会因为你问问题就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人。他们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他本人和他的团队在会议上都公开表示过，只要川普还在任，他们就绝不会采取任何行动，因为他们知道后果。这句知道后果在外交语言里是最直接的威慑。川普的语气看似随意，却像把刀放在桌上，没有明说，但对方心里明白。有趣的是，历来的中美峰会，习近平都会例行提台湾，哪怕只是重复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一次却破天荒的完全没提。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认为，这不是偶然，而是不演了。习近平过去至少会表态，这次连表面功夫都省，显示他无法再把台湾问题拿来当外交筹码。
吴家龙指出，这可能是习对川普的交投名状，在内外交困下，选择暂时搁置台湾，换取贸易喘息空间。回顾会谈内容，中方答应延后稀土出口管制1年，加强管制芬太尼原料出口，并下定3笔美国大豆采购单。川普也顺势将芬太尼相关惩罚关税由 20% 降到 10%， 双方达成所谓阶段性贸易休战，但没有人忽略另一层讯息，这是中方向美方的明显让步。吴家龙形容川普 2.0 版不给习近平机会，川普 1.0 时还愿意谈，愿意给面子，这次直接下重手，逼得习近平连台湾2个字都不敢提。这是川普面对习近平最大的不同。川普发现习近平讲话不算数，不值得信任，所以只有让习近平演不下去，他才会不演了。川普的那句他没提是因为他明白，这句话也让台湾议题重新回到美国的战略模糊框架中。吴家龙认为这种模糊是一种威慑，川普不说死，反而让北京摸不清底线，一旦他们想试探，就暴露战略意图。这种模糊是美国的一贯手法，当对手想试水温，美方便可及早地侦测对方动向，如果美方先说明立场，反而会让中共有机可乘。川普的语言策略看似模糊，实则是心理战，逼着习近平在未来的行动中显形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川习会后，中共军机依旧扰台，6架次进入台海中线，却都维持距离，既挑衅又不越线，像是试探又像表忠。而川普的那句他本人和他的团队在会议上都公开表示过，只要川普还在任，他们就绝不会采取任何行动，因为他们知道后果。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晨认为，中共说的明显就是假话，军事与政治都具有双重性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如果军事方面要有所行动，绝对不会公布于众，政治就更不用说了。在战争发生前，都是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的真实企图，装出一副热爱和平的样子。中共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就是这样，和平统一没希望是客观现实，只能武统，却要摆出一种和统的姿态，实际是在做武统的准备。因此，越是中共强调什么，就越会反其道行之，只是在等待最佳时机而已。一般来讲，应该在2027年前后。这场釜山会议里，台湾成了房间里最大的沉默角色。川普说台湾就是台湾，意味着台湾议题不附属于中国议题，美方不再允许它成为交换筹码。而在北京的政治逻辑里，这份沉默则尴尬至极。习近平常年高喊不放弃武统，如今在川普面前却闭口不谈，只能对内包装成以战止战的权宜姿态。更敏感的是，这段时间中共军方正陷于清洗风暴，火箭军战区高层相继落马，军方体系不稳，习近平即使想动手，也难以指挥得动。在这样的节骨眼上，贸易让步比民族大业更迫切。从外表看，川习会平淡无波，没有激烈的交锋，也没有突兀的笑容，但这份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潮汹涌。川普以不明说来施压，习近平以不提台湾示弱，两人都在用沉默交换利益，用语气掩饰压力。国际观察者指出，川普明年4月访中已在规划中，未来的焦点将移回北京主场。届时，台湾议题恐难再被略过，但至少在釜山这场没有台湾的川习会，已经为美中新一轮的角力定下基调，表面和缓，实则戒备。表面上，习近平在釜山对着川普按了静音键，台湾2个字一个没提，可镜头一转回到北京、上海、福州、台北的象征性场域，中共把软的、红的、能上荧幕的全开到最大声，
这就是典型的外场降调，内场升压。先看最直白的制度动作，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把10月25号写进法律，正式设为台湾光复纪念日，规定国家以多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。当天人民大会堂办隆重纪念会，台办在钓鱼台国宾馆设招待会，抗战馆同时开展不屈的宝岛单心向祖国史实展，还发售印着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个性化邮票的纪念封，20万封，2-3天售罄。整个叙事链条从会场、展场、邮票一条龙收束到统一正当性。然后是影像站，央视上新6集纪录片《国土重光》，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，从甲午之殇一路拍到回归祖国，还宣称拿到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开罗宣言、白宫新闻公报草稿，企图在史料层面反击台湾定位未定论。这不只是节目单，而是为统一铺一层历史合法性的舞台布景。电影也跟上，中共央视选在10月25号台湾光复80周年当天，公布了官方扶植的促进统一篇澎湖海战预告，打出统一台湾势不可挡。片子还没上映，内地社群就先吵翻，有人捧清廷名将施琅，有人挺民族英雄郑成功，史观内战一触即发。但负面讨论很快被平台压下，留下几乎一面倒的支持口径。文娱内容在这里不是娱乐，而是政策外延。同一时间，工具箱里的便利牌也打出来了。11月3号，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把一次有效台胞证落地签口岸从58个拉到100个，新增42个，涵盖口岸、港口、机场与边检站，还推出陆籍居民赴台探亲签注全国通办，表面是便利交流，实际是把来就好办当成流量入口，让你更容易来，让叙事更容易进。更高一层的是把当代政治目标绑进历史共识。中共官媒新华社11月1号报道，中共政协通过2026年举办孙中山诞辰160周年系列纪念，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历任领导人的统一论述被并排回放。统一不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，而是中共叙事里的跨世代国家工程。这种跨领袖串接的用法，意在把当前对台方针包装成历史连续性，而非短线权术。那么把这几张牌叠在一起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套清楚的节奏。在美方面前，避免把台湾摆上桌，免得牵动更大安全议题。在内部与舆论场，透过节日影像、展览、邮票、落地签多点齐发，把和平统一、历史正当性、往来便利同时推进，将硬议题去军事化，改走制度加文化加便利的组合拳，既让美方无从指摘武统，又对岛内与侨界支持输出叙事压力。一句话总结，釜山的沉默不是放弃，而是换频道。台湾从谈判桌的显性议题被移到纪念日、纪录片、历史展与口岸窗口的隐性战场。当你在国际关系上听不到它，被摆进文化与制度的日常里，才是中共最熟悉也最隐的进攻路径。您怎么看呢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